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这款 BTT01新出的变漆造型的大黄蜂盒子。这个外包装，说实话，这个峰会设计像极了如今这些第四方的产品。玩具人形包装，打开以后整理一下小翅膀。个头方面到头顶在17.5公分左右。来看看细节，这一款里边并不带说明书啊，所以变形的过程其实我也是自己瞎琢磨的啊。整体来看的话，造型处理的还不错，胸口这一块堆叠了很多车型状态下的盖板，但是填的也算是满满当当。背后这里边还有不错的这种刻画表现，另外还有一些真实零件变形出来的造型细节。轮子叠放在这里，其实从这个角度看，背包稍显得有一点点厚，不过确实这里边也塞了太多的东西。胸口这里的层次感很不错，真实车头变形出来的胸甲，其实归上来吧，还是一个专门做出来的斜坡造型。车灯的位置压了一个透明件啊，看起来也不错。头上这两个小角角可动，脖子是球形关节，金属蓝漆涂出来的瞳孔，里边还有一些细节的刻画。不过我个人感觉啊，如果说能在这个眼睛外圈的这个圆环处再增加一些涂装的细节，可能这张脸就更好看了。配件里有戴这个战斗面具，ET 外星人的感觉。嘴部这里是一个强力的磁吸，所以这个面罩的安装是戴眼镜一样的，插在脸部，但嘴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个磁铁进行一个2次加固。不过这个磁铁的吸力并不是太强啊，将戴上去是没有问题的，波动的话还是容易松脱开。不过静态摆放，搞一个造型也戴得住。背后小翅膀根部的活动连接这一块是合金的，这下边这半拉还能打开，前后可以忽闪。肩膀里边有合金骨架做加强支撑，平举这里是齿轮关节，抬个90度以上。360度旋转吧，这里多多少少会被后边绊一些啊，稍微的避让一些空间。肩胛有双段的关节，可以腾开更多的位置。里边的支撑部分也是合金的骨架。二头肌可以左右旋转，但是转的范围不是特别明显。这个地方后边有一个变形的造型零件会被阻碍到。胳膊肘有2段活动关节，但加起来也只能折到90度。武器的安装很有意思啊，臂炮这里做了一个整个的造型零件，而且上面已经有了手指的刻画，所以它等于是直接半个用插扣扣上去的。第2段关节是连在一起的，上边的3个手指尖可以独立的活动。大拇指根部这里是球关，手腕可以旋转，手背后边这里的小卡扣可以把佩戴的臂刃插上。并且配件里手炮和臂刃都各带了2个啊，可以变成双刀或者双枪模式。腰部的可动关节左右有一定的旋转范围，但是也做不到360度，刚刚好会卡着一点点啊。不过摆一些正常的造型是没啥问题的，因为结构的关系并没有弯腰活动。裙甲这里双关节打开，侧踢齿轮关节能抬个70-80度，前踢齿轮关节可以提很高。后踢这里完全不干涉，大腿左右旋转有关节，而且这里边也是一个合金的骨架。膝盖弯折，前边的装甲做了联动的效果，2段关节折起来也差不多快到90度吧。不过后边这一块腿肚子的造型会影响到膝盖甲联动的效果，做的还是挺有趣的。而且可以折开看到里边大部分的根部关节都使用了合金零件来增强。整脚的左右接地。前脚尖这里还能活动，但很可惜脚踝的关节只是一个大型的球关。此外，双腿的完成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各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也是用车型的零件填得满满当当。大部分的面板也都折成了这一块脚底的位置，所以脚底下跟这里看的话会很平整。人形状态下可能唯一碍眼的是肩膀后边这里会摆着一个轮子的边缘。就多出来这一块装甲，其他的方面做的还都是不错的。用料材质方面，这个塑料还是偏硬的，但是它的光泽感会很不错。身上的合金骨架成分比较多，所以看似不大的尺寸拿起来还是比较压手的。因为这一套盒子里边并不带说明书，包装上面也没有什么2维码的视频指示说明，所以这些变形步骤都是个人研究，可能有一些地方不对啊，但是以我个人对于这个设计结构的理解，大家看个大概啊。
首先，脚底下侧面这个三角区打开，后方这里连接的卡扣，脚后跟的位置这里也打开一个卡扣连接，接着把这一片整个拉出来，注意双关节倒角的避让。脚后跟的这个造型零件呢，我们旋转一圈，跟这样叠一下。接着我们翻到腿肚子后边来，拆开这一块的造型零件，把它翘起来。哎，这个时候从里边这里整个把这个腿肚子内边的这一侧掏起来，在这里边有一个结合的卡扣位点，把这里折开。根部的这块结合处是合金的零件，也是为了增加强度。好，等于跟这样拼一下，就变成了后方轮子上方的位置啊。后轮的位置，根部双关节搓起来，这里也是一个合金的支撑。整个先把它拉高，这里边旋转的过程呢，注意看里边有一个开着口的球碗，我们把它转到这一侧来，然后一个双关节往回搓动它。在搓动的过程中，还要把前脚尖根部这里旋转转轴的位置啊，有一个滑道，把它缩短。缩短了之后，哎，这轴还挺紧的，盘一盘它，把它摆成这个位置。注意这个关节的造型，用这个开口的球碗叠放进去它，叠平。接着把这一块挪过来，后边的防撞栏90度折起来，再往下旋转。旋转到一定幅度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就又绊住了，转不过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把这块脚底黄色折开的面板90度旋转折起来。注意看脚踝这个时候是锁住不动的，它是从外侧的边缘往起旋转。好，然后这里需要借助一点点韧性，因为要把这个防撞栏的后边锁扣卡进去啊。这个料子的韧性还可以，我们得弹着一点，哎。侧面这里的两个扣子再结合。需要注意的是，把这些扣子全部固定结合到位。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把里边的这块腿板让进去，调整一下，压住。这里边的双关节扣合回来，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锁扣的边缘。跟小腿内侧这里的缝隙结合，卡住。最后上方这里打开这个三角边缘，盖回来，用这个边里边的大插孔锁住，再把侧面这个圆圆的造型零件翻转个180度，叠进去。叠进去以后，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小插豆，固定一下。哎，腿夹包上来。现在两条腿就可以撇过来，顺着中间这里所有的扣子结合，把两个脚掌对在一起，这块车屁股就变好了。上半身的变形也是先把这两个小耳朵折下去，稍微的避让开，然后我们打开腰侧面这里黄色的两个装甲片，把这里扣松，整个灰色的零件翻下来。肚子这个地方啊，侧面这里的防撞栏我们先解放出来。从后背看，打开这个地方，里边结合的两个大插孔位，往后拉，这里是一个双关节，然后翅膀再双关节拉开。下边的这个小方片挡肉的零件翻起来，车门归上去，关节扭扭正，中间的这一片腾开空间，这个是前机盖，翻出去。别完，还里边有一层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前挡风玻璃，也折起来。这时候咱们的胸口还是个 X 形状，把这地方的双关节往开撇。往外拉，上边尖头的这两块零件呢，转转平，肚子这里整个的腾开空间，哎，往起掀，掏过来，顺着中间的这个大骨架让过脑袋，
扣子上边的这2块零件呢，我们就往回折叠，包着压缩进去，翻到后边来。这里翻出的这个盖子，双关节这里打开，把车头顶上的这个灯翻过来，和后边这里呢进行一个卡扣的结合，先连上，这2边左右翻平，前边的大挡风玻璃这里啊，左右再折开，和车顶这里再进行一个扣子的定位。好，现在这个车顶大体我们都解放开来了，轮子顺着这里的双关节拨开，主要来看胳膊这一块绊着的地方。接着我们来看这款最难过的一个地方，肩膀这一块难，也就是处理在肩膀后边这一块装甲上了。首先我们把这里的关节往内撇，往后掰，前方车灯的位置，刚才我们是炸开的状态啊，现在往里归一归，把这一片肩胛上面的板子对齐，把这黑色的线条缝隙都对准了。接着这条肩膀让过来，腾一个大一点的空间，顺着这里边的双关节合金杆，把它2个关节全部延展开，这里等于是卷了一圈，来回的调一调，避让一下，就把它调到了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啊，再往上顶，把它提起来，轮子先折过去，再把后边的这一个半圆圈的边折开，这个时候你再往回放，等于是这么一个位置关系啊，主要是让这一块的弧线，挺麻烦的一个过程。接着胳膊我们差不多的归一归位置，顺着这里边的双关节往前顶它，顶过来以后和车灯后面这里有一个卡扣进行连接，而且在侧面这里还有银色零件上边的一个凹孔和深色黑色零件上面的一个扣子，这个地方也要结合到位。然后是合金杆上斜着的这个插孔，对应车轮下方的扣子，如果你变到位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对准。接着车门侧面这里有一个双关节的小方块区域，我们把它往上提，提上来之后，这里的扣子再进行前后的插合，咬住，贴平。而且在推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这一块黑色的边缘有没有落进黄色的凹槽夹缝里面去。当你把这些全部搞定以后，再关这个车门。在变形另一条手臂之前就不太一样了，我们需要把前边的这一块带有防撞栏进气格栅的地方，我们先要把它折回去，因为可以看到边缘这里有一个卡着的边儿，先密合好另一边是为了让这些扣子不乱跑。在变另一边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东西套进去，接着把车灯的位置再包上来，调准，上边的这一块小零件旋转过来，拼齐，再把前机盖这里全部的锁住。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手臂的避让，先把它往内收90度，然后顺着这个关节让过来，这里边的双段关节调开了，往下卷，再往上翘，翘到最上缘以后，把这根棍子往上提，弧线的地方打开，轮子往前放，让开了空间。这个时候再把这一片往前推，跟大灯结合，后边这里隐藏的暗扣横着再结合，夹紧，前方这里轮子跟下方的合金锁再结合，后边这块方块往前推的时候，注意这一块夹角处和弧线结合，上方这里的锁扣锁上，推进去，车门归位，回折，注意这里边所有的卡扣插齐。从底盘看，这里有一个大的插孔，对应的是胳膊下方这个位置，固定结合点。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胳膊往下一折，其实就自动的扣上去了。最后车头的防撞栏扭正，
整体来看一下这个变形的设计，其实结构方面我觉得还是挺好理解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因为操作的空间有限，有一些结构其实挺扳手的，还有一些先后的顺序导致了，如果你先前为了整理好某一个部分，到了后边你就会发现这些地方扣不回去了，因为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变形结构，所以你必须得按照顺序来变。可能玩家第一次上手把玩体验的话，会觉得有一点懵啊，再加上并没有什么详细的说明指示啊。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看着视频变形比较好。但最终处理完成的效果，其实这款车型还不错吧。4轮接地推车滚动很丝滑，橡胶的轮胎，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车身上边的这些密合缝隙对的还是挺准的。包括车尾部这里的刻画也算是整整齐齐，再加上变漆标志性的这些防撞栏以及上方这里的护栏和大灯，但是吧，这款车型其实在下边还是暴露着2个手臂的一半啊，有些影响美观。如果说能把这一块再提升上去，收纳到肚子里边，我觉得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不过好在呢，变漆大黄蜂的这个车型的悬挂比较高，所以其实如果变形到位的话，推车它是不会磨地的，就是从侧面看会有些影响美观。而且车底盘下方这里是有2个窟窿，我尝试性的找了一下，似乎也并没有很合适的能把武器收纳进去的地方啊，我觉得可以把这些窟窿利用起来，再把这些手炮啦、避刃啦，找个地方藏一下会比较好。也有可能是我没发现啊，可能设计师有做，我没找着，这个说不好看。后续大家如果发现的话，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言告诉我。我也是拿到了以后，在变形过程中会发现，哎，这个零件怎么过不来？可能是不是因为自己变形不到位啊，或者说是有一些零件绊倒？最后发现啊，原来是水口在那儿挡着。也是自己削掉了一些，最后才发现这个车型完全密合是没啥问题的。这个前提是你得变形到位，还得理解它的结构以及卡扣的维度成分这些东西啊。总归来说吧，其实目前来看，车型和人形2个形态做的都不错。质感方面，用料材质，你看它这个料子虽然看似硬啊，但是我也折腾了几圈，还挺经折腾的，料子给的挺厚，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白痕。最主要它还在关节和细小的连杆地方全部换成了合金零件来增加强度，包括手感拿起来重量方面也增加了质感吧。其实说起来，变漆现在也并没有一个像样的大黄蜂出现，再加上各方面的传言 ，MPM 后续会不会继续做，这个还是个未知数。但就目前手上的这款来说嘛，人形我觉得配个 MPM 差不离儿啊，但这个车型似乎感觉有一点大了呢。这车都将近21公分了，这车真不小啊。所以比例党们自行考究吧。变形难度方面，主要体现在了一些零件的先后顺序和一些夹角的避让上面。其他方面，这个变形结构其实一点都不难，很好理解。最关键的因素，这款大黄蜂的售价还不贵。但你想要严丝合缝的像我这样把它变形完成，建议还是参照视频变形吧。稍后我也会把这一款的逆变给大家做出来啊，到时候大家有一个参照，也算是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东西的变形究竟正不正确。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